善意沟通呢，它的原名呢叫做非暴力沟通 （Non-Violence Communication），是一个美国的临床心理师，他叫做 Marshall Rosenberg。他其实就是个人中心理论 Carl Rogers 的学生。那大家还记得 Carl Rogers 在后期的时候呢，他一直在推展透过諮商的理论来推展世界和平吗？ Rosenberg 就是帮他实现，而且用很简单的方法。他其实是生在美国的底特律，那个地方是一个衰败的汽车工业城，因为美国的汽车被日本的汽车给打垮了之后，然后那边的白人都搬走了，然后剩下了很多的非裔的美国人。他呢事实上是犹太裔。他说他小时候非常痛苦，他一走出家门走到学校，其实呢就会被所谓的黑人霸凌霸凌呢就会动手。他不只是这样子，他还被白人霸凌，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他一直觉得很痛苦。为什么人类要彼此相残当他被霸凌的时候，还有一群人在旁边笑，他一直觉得很痛苦，所以他希望能够找到好的方法。那他读了心理学的博班呢，博士，他一直要找到方法，结果都找不到。后来他自己慢慢的想出一套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现在要介绍的非暴力沟通。他呢后来就想到一招，他认为人在冲突的表面下其实都反映了人心内在没有被满足的需求。那这个呢事实上怎么办呢？他就觉得说人跟人之间如果沟通不好，或者是群体间、宗教间、种族间、国家间，如果冲突不好，如果冲突没有被解决好，那就会造成的是暴力、战争。人类的历史1万年以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希望能够透过找到这样的方法来帮忙。他真的找到了，其实他认为的做法是这么样子。他说呢，透过他的方法，我们可以诚实的表达自己，也能够让自己来倾听对方，建立心与心的连结，然后让双方都不需要委曲求全，就能够透过一个简单的方法来了解彼此都有需要被满足。因为这样子的理解之后，能够和平的化解冲突，然后没有一方需要委曲来求全。那他的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4步骤。他的4步骤就是观察、感受、需求跟请求。那台湾呢，基本上呢，台中律师公会的一个律师跟他的先生是中国医药大学的一个郑若瑟医师他们呢就一起来推广，改名为叫做善意沟通。所以呢，他也成立了一个叫做善意沟通推广协会。大家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只要查善意沟通，在 YouTube 也可以查到善意沟通化解冲突、善意沟通霸凌的处理，其实是很好的学校跟家庭沟通、跟国家之间沟通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那这个怎么做呢？简单讲林老师呢就会问有沟通困扰的人6个问题，就会包含了这刚刚讲的那4个关键的因素，也就是善意沟通4关键，就是观察、感受、需求、请求。第一个问题呢，林老师会问他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让你感到不舒服然后我会请他说注意不可以去评断对方有什么你看不爽的，那些不一定要讲，就只要讲做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就好了。第二个，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会鼓励他们就直接的讲出感受。那通常是一种情绪，有时候案主会讲到也是因为什么理由所以呢他非常的不爽抓狂，所以这个情绪呢就是你的抓狂他们慢慢能够知道回想自己的情绪是什么，我们慢慢的就可以来帮他处理，而且我们也能够理解他的这个情绪。治疗师在这个时候就是要去理解。第3个问题，林老师就会问他说，你自己在感受后面的需求是什么呢？你可以想想看你在乎的是什么，也可以这样问。林老师在这个时候就会问他，就会跟他补充说其实人类有这6种需求，那你想想看有哪几个需求是你在这次冲突里面你没有被照顾到的需求，所以你会有不舒服的情绪。那这哪6种需求是人类都有的就是生存、生理，这是第一个。再来就是安全感，再来是归属感，再来是尊重，再来就是自由，再来就是乐趣。然后我会问他们这样子说过一遍，请他们去回想一下他们这些冲突不舒服的背后是有哪些他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有时候呢他可能会讲到说我没有被尊重
他有时候说，我们都是社团的朋友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想，让我们觉得好像不是社团的朋友哦？这就是归属感。有时候是安全感比如说男女之间或是先生跟太太之间这些都是。所以有的时候会讲出不同的需求，我们都要可以理解。第4个问题，林老师就会问，那你不能想想看，你们当时的冲突，对方他的感受是什么？注意是情绪，能不能也讲一下呀？他们也会讲说，或许也是愤怒抓狂吧。这样子，所以呢，我也是要表示我可以理解他所讲的对方的感受。然后第5个问题呢，林老师就会问，那你能不能想想看，对方他这个感受背后的需求是什么或是说对方其实在乎的需求是什么？也是一样有6种哦。来请他挑一个吧，挑1、2个或是好几个都可以。那你想想看，可能是尊重吧。原来他需要对方尊重，其实对方也需要他的尊重，或者是对方有哪些需求，其实也是人类都共同有需要的这些需求只是可能跟自己不一样而已。那是不是应该可以理解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林老师就会问第6个问题，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那你理解完你自己跟对方的感受跟需求之后，那你能不能想想看，那你对于这个冲突，你可以怎么样的方式来让它圆融那你想想看可以怎么做比较好？他们都会想出一套能够慢慢的能够把这件事圆融的方法，也顾到自己跟对方的需求跟感受。这样子是不是很好原来透过这个整个方法之后，我们人跟人之间就不用去什么委曲求全，而且也知道方法一步一步来。那我这样子做完之后呢，我都会强调，那你们有这样子的成功经验这个要记在你的头脑里面。那未来呢，是不是在碰到类似的一些不舒服，或是你碰到亲友团之间的冲突，或是你碰到你在外面的一些冲突，或是对方群体跟群体的冲突，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你知道只要一步一步来，那透过观察、感受、需求、请求，那这样子就可以做到这样知道了吗？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看例子